欢迎天来视野论财分生，大家好，我是百年。一夜之间存款利率突遭下调。12月22号呢，工农中建交5大国有银行发布公告称，1年及以下定期存款利率下调0.1个百分点，1年以上定期存款利率下调0.2个百分点及以上。百年统计了一下短短不到3年时间存款利率这是第6波下调了，时间呢分别是21年的7月份、22年的4月份、8月份和23年的6月份、9月份和12月份。3年前存款利率在3以上的定期存款产品随处可见，今天几乎已经见不到了。特别是最近1年以来呢，存款降息的频率越来越快，证明低利率时代呢正在加速向我们走来。作为老百姓我们最关心2个问题，一个是商业银行存款频繁降息的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逻辑？2024年呢，存款利率还会不会快速下降呢？第二个是存款作为普通家庭最重要的财富储蓄工具，当存款收益越来越低，我们又该如何保卫好自己的财富呢？今天当存款利率又一次下调之后，百年就来给大家支支招。在百年看来呢，这一次存款降息的背后无外乎2个原因，一个是宏观层面，经济已经出现了类通缩的信号，降息呢是稳定经济的必要之举。关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百年可以总结为8个大字，那就是供给过剩，需求不足。这和一直以来呢，地方政府过于关注供给端产能投资，而轻视需求端消费刺激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。当然呢，讲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百年今天的重点，只是呢这种模式形成了2个结果。一个呢是在供给端，中国的产能总是过剩。2014年、15年，我们是钢铁、煤炭等传统产业过剩，今天呢，则是光伏、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低端产能过剩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了这个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在需求端，中国的老百姓由于福利保障不足，长久以来呢轻视消费，好不容易买个房，也恨不得都是投资。但是呢，随着房地产业进入新周期，鼓励买房这一传统的刺激消费手段也失效了。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里，我们缺乏一种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。供大于求的格局一直维持，就会造成中国通胀的长期低迷。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呢，11月份中国 CPI 同比负增长 0.5%， PPI 呢同比负增长 3%， 类通缩格局已经出现了。甚至呢，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，面对着全球高通胀的环境，我们依然走出了一条通胀下行的曲线，让海外的观察家们都大跌眼镜。通胀水平呢实在是太低了，就会导致呢实体经济和企业面临真实利率，也就是企业和实体经济实际融到的钱减去通货膨胀之后的差偏高，不利于经济发展。这个时候呢，降低包括存款、贷款利率在内的一切资金价格和融资成本，就是稳定经济的必要之举。市场预测呢，2024年1月贷款利率也就是 LPR 价格呢也会全线下调。在此期间呢，降低存款利率尽管呢可能会影响老百姓的投资收益，但是也是顾全大局的无奈之举。而展望2024年呢，只要中国经济供给过剩、需求不足的格局不改变，降息的步伐就不会停止。特别呢是我们还要考虑到2024年美联储也要开启降息周期，人民币贬值压力缓解，明年呢降息的空间可能会更大，步伐呢不排除更快。存款降息的第2个原因呢，则是在产业层面。2024年金融业改革即将开始，存款利息作为金融业收入的重要部分，需要让渡给实体经济。关于金融业改革，百年上个月呢专门出过一篇视频，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并回看。其中呢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，高层会议指出呢，未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，也就是员工收入加税前利润，需要对标 OECD 平均标准，压缩在中国 GDP 中的占比。这意味着整个中国金融业的企业利润和员工收入将在未来10年停止增长。目前呢，在高层的指导方针之下，各大金融机构都在拿出利润贡献给实体经济。比如说，根据央行的统计，2023年9月份，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为 1.74%， 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值。但是呢，金融机构们毕竟也是企业，他们也要维持合理的利润，抵御经营风险和上缴财税。利润压不动了怎么办呢？那就进一步降低成本。在成本端存款利息正是资金成本的关键组成部分，所以呢，降低存款利率也符合金融机构降本增效的大方针。往后看呢，随着2024年金融业改革全面铺开，金融机构让利压力加大，降低存款利率作为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继续实施是完全有可能的，甚至还有可能加码。所以总的来看呢，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产业层面，2024年依旧是一个降息大年。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普通人面前，存款利率越来越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里百年给大家支3招。
第一招呢，对于任何像定期存款、养老保险这种锁定利率的投资产品啊，我们应该是尽早买长期。刚才百年讲到啊，中国利率的长期下行啊，几乎已成定局。在这种格局之下，我们如果需要存款，如果这笔钱在一段时间内都不动，建议啊尽早存定期。即使刚刚存款利率已经经过下调，现在存也不晚。毕竟按照2023年1年3降息的节奏啊，你可能保不准几个月利率又要下调。同时呢，我们尽量存长期。一方面呢，长期存款本身就比短期存款的利息要高；另一方面，存款期限内呢，利率是锁定的。比如说，我买一笔5年期定期存款，即使未来1到2年内利率下行了，我的存款利息啊，依然是当初签订合同时的高利率。当然呢，对于一些观众来说，我们可能觉得定期存款利率还是太低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还有3个变通的方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不要在国有大行跟股份行存定期，找一些中小型的城商行、农商行。目前呢，大家的工资卡一般都是国有大行或者股份行发行的，我们可能随手就存了。但是呢，国有大行跟股份行的存款利率呢，因为受国家的指导呢，一般比较低。我们可以找一些急需存款的城商行、农商行，这些银行的存款利率更加市场化，价格啊通常也会更高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注意，小型银行可能存在经营风险。即使我们的存款额度在50万以下，被国家存款保险覆盖，但是呢，一旦出现了像河南村镇银行类似的事件啊，尽管最后也给兑付了，但是过程呢还是挺闹心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在高利息和低风险之间取一个平衡。那么哪些银行的风险比较低呢？这里啊，百年给大家提供一个中国商业银行评级名单大全，放到评论区里了。如果银行信用评级在 A 级以上啊，那么风险呢还是可控的；如果评级呢在 A 级以下，乃至没有评级啊，可能意味着存在一定的风险。不建议啊在这些银行存钱，尽管他们提供的利率啊看起来已经很诱人。第二个变通的方法呢，就是如果家庭有几十万的大额闲置资金，可以去购买大额存单。大额存单呢是商业银行为了吸引大客户所提供的存款产品，利息啊一般比较高。比如说这次降息之后，农业银行3年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呢为 2.35%， 比普通的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呢高出了 0.4%。如果家里有几十万的闲置资金啊，可以和你的银行经理聊一聊，看能不能存大额存单。第三个呢，是我们可以去买长期国债。每个月10号啊，银行柜台都有储蓄国债出售。目前呢，国有大行5年期定期存款挂牌利率为 2.0%， 而5年期国债的利率呢，大概在 2.7% 左右，利息呢还是比较香的。买国债没有风险，但是呢，银行的额度可能比较受限，需要抢。如果有意购买呢，详情啊可以咨询你所在的这个银行柜台。此外呢，除了定期存款类似固定利率的产品啊，还有养老保险。2023年6月份呢，在官方的指导之下，中国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从 3.5% 下调到了 3.0%。根据媒体报道啊，这轮调整之后呢，年金险、终身寿险等产品的保费涨幅普遍在 18% 左右。但是啊，上一轮保险利率的下调肯定不是降息的终点。还是那句话，保不齐什么时候又降息了。所以，如果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，现在买也不晚。那么，以上关于这些定期存款的变通方法，适合完全不能承受风险，并且闲置资金期限比较长的朋友，一般呢是中老年朋友居多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，年轻的时候呢，用钱需求很多，买房、买车、结婚、生娃，你让我存个3-5年的定期，拿不出来这样的钱。同时呢，年轻人一般稍微能够接受一些风险。那么百年就来给大家支第二招，那就是购买纯债型的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产品。纯债型的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呢，投资的是债券类资产。例如说，他们也购买国债或者一些由大型国央企发行的债券，风险呢通常比较低。这一类产品的优势啊有3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收益略高一些。刚才我讲到了，国债利率比定期存款要高，而这些产品又买的是国债，所以啊，收益率就是偏高一些的。目前呢，市场上纯债产品的年收益率通常呢能够做到 3% 左右。第二个优势啊，就是这类产品的流动性更好。相比于定期存款，把资金一锁就是3到5年，纯债产品通常只会要求3个月、6个月的定期，或者说每天都可以申赎，更加匹配年轻人的使用资金的习惯。第三个优势呢，就是纯债型产品可以受益于降息。对于债券市场而言啊，每一次利率的下降都对应着债券价格的上涨，也会增厚纯债产品的资本收益。所以啊，在中国走向低利率的大趋势之下呢，纯债型产品反而会长期受益。但是这类产品呢，也存在一定的风险。一方面呢，是如果哪一天中国反而要加息了，那么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，纯债型产品的收益回报就会下降，甚至不排除呢亏损的可能。但另一方面是呢，部分纯债产品的管理人为了片面追求高收益，
购买了一些高风险的垃圾债券，如果这些债券违约，亏损的就是投资人。为了绕开这类产品啊，百年强烈建议大家阅读银行理财的风险说明。我们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等级啊，尽量控制在R3以下。公募基金呢，没有类似的风险等级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它的规模去判断。某宝上呢，可以直接看到对应基金的产品规模。一般呢，规模达到100亿以上的纯债型基金呢，风险管理水平都不会太差。而进一步对比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这2个品种呢，百年更加推荐公募基金，因为他们投资的都是债券类资产。公募基金呢，因为享有法定的免税优势，免增值税、所得税，收益呢可能更高一些。第3招，如果大家能够承担更高一些风险的话呢，就可以去关注股市里的红利板块。一般人炒股票啊，是从股价的上涨中获益，但是 A 股呢也有不少的股票收益呢主要是靠股息分红。比如说能源和教育板块，公司呢经营很稳定，也没有什么增长空间，但是呢股息率却能够达到5%左右甚至以上。相对应的投资策略呢，则被称为红利策略。特点上呢是收益主要靠分红，上涨下跌相对可控。在2周前的视频里呢，百年呢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中证民企红利这个指数，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回看。从过去10年的长视角来看呢，收益回报还是不错的。最后总结来看啊，面对存款利率长期下行的大背景呢，普通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就是3个。第一，尽早进长期的存定期存款，并且呢在银行产品的选择上，我们可以有一些策略。第二，购买纯债型的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，流动性更好，可以作为定期存款的替代。第三，关注股市中的红利板块，通过股息分红获得更高的收益。以上啊就是百年给大家支的3招，不知道啊有没有帮助到屏幕前的你？如果觉得有帮助，也欢迎大家点赞并关注我。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越来越近啊，后续啊百年还会及时带来更多与大家切身相关的经济解读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，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。我是百年，我们下期见。